鲁姓老者面色青得可怕，在和南陇侯银色眼珠对视一眼之后，心中更是机灵灵地打了个冷战。毫无疑问，若是如此，到最后他肯定是宝物破裂，人硬生生地被砸成肉酱的下场。想到这里，老者心中一咬牙，猛然大喝一声，头顶处白色霞光一闪，一个面容酷似老者的元婴突然间浮现在天灵盖处。此元婴面色有些惊慌，但双手死死地抱着一口蓝蒙蒙的小剑。几乎与此同时，那浩洋沙古堡所化的光幕传来了破裂之声，元婴的最后一丝犹豫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猛然顿足，元婴一下在原地凭空消失，一下直接出现在了入口处。接着此元婴就要御剑遁入通道中逃命而走，但就在此刻，诡异的一幕出现了。南陇侯仍然背对着入口处，似乎还未反应过来，但是背部长袍却刹那间爆裂了开来，让脊背赤裸而出，并现出了一张和血咒之门一模一样的鬼脸出来，紧闭双目，赫然存在其上，竟和真的一般无二。这鬼脸猛然张开双目，露出了同样的银白色眼珠，同时一道紫色影子闪动了一下，仿佛什么东西从口中喷出。这时老者元婴才刚刚将怀中飞剑抛出，就要飞身而上，与本命法宝合二为一，拼命遁走，耳中却突然听到了什么风声，紧接着感到脑中一热，眉宇间有什么东西一下窜出，并伸出一大截来。元婴只是呆呆地看着双目间的长条状东西，片刻后一声尖叫叫出声来，紧接着他瞬间失去了全身力气，一下从空中掉落下来，掉到了地面上一动不动。这时若是旁边还有其他修士，就可以看到一条拇指粗细的紫色长条状东西从那鬼口中伸出，一直延伸到元婴的脑后，再从眉宇前洞穿而出，伸出了尺许来长。看起来这竟是鬼脸舌头似的，但如此之长，实在诡异之极。鬼脸见元婴掉落在地上，竟狰狞的一笑，长舌收缩，大口一张，竟一下将老者的元婴卷入口中，咀嚼了几下，直接吞咽而下。然后鬼脸才满脸满意之色，缓缓闭上了双目。这时南陇侯终于转过身来，面无表情看着失去主人的蓝色小剑，一把厉色闪过，反手一抓，一下将鲁姓老者肉身的心脏掏了出来，然后轻轻一捏，心脏化为漫天血雾，此肉身生机立时断了。做完这一切，南陇侯才面无表情扫了一眼此处，随后化为一团黑气飞遁入了通道。片刻后，他出现在水潭底部，抬手看了看无人主持的几处法阵后，面上现出了一丝冷笑，直接飞遁冲天，奔着水潭表面而去。一盏茶的功夫，南陇侯身形出现在了某座石山之上，漂浮在此山上空100余丈的高空处，四下张望。飞遁到如此之高，自然触动了坠魔谷的禁制，无数道血红色闪电从空中不断落下，全都对准了此人。但是这些闪电尚未接近南陇侯身前丈许，就全都蓦然一偏，绕了个弯就闪了过去，让他在众多闪电雷鸣中安然无恙，稳如泰山。南陇侯看了一下四处环境，好半天后终于辨认出了方向。他顿时望着某个方向，双目微眯了起来，银色光芒在眼中闪烁不定。突然他身形化为一道黑气，破空射去，不久在天边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时在盆地之中，鬼灵门门主魏无涯等人正站在祭坛边上，抬手望着几乎一望无边的阶梯，满脸的惊奇。原本早就该到了此地，但是在走到了接近论坛10余里时，开始出现了一个大范围的禁制，必须破掉此禁制才能继续前进。结果这一耽误，
自然又是大半日的功夫，他们一行人才来到了祭坛处。如今离近了，他们才看得清楚，此祭坛虽然看起来宏伟巨大之极，但是却不知建造了多久。不但阶梯上遍布各种杂草，而且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风化残破。走，只要到了祭坛顶部，我们就能找到灵渺园的踪迹，可以想办法进入。据那残魂所讲，那灵渺园的入口可就在此处。鬼灵门门主细细打量了半天，终于开口催促，然后几步上前，率先一步踏上了祭坛。可马上鬼灵门门主又忍不住大声咒骂一句，让其他人不禁一怔。大家小心一些，这阶梯上还存在有其他禁制，看来要爬到祭坛顶端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。望着上面几乎看不到边际的阶梯，四周出现了黄色的灵光，鬼灵门门主咬牙切齿地狠狠说道。魏无涯听到此话，不禁眉头微皱。虽然他不会在乎什么禁制，但这样一来，他们这一行人走到祭坛顶部的时间又不得不向后拖了起来，这让魏无涯大感无奈。其实不光魏无涯，其他的人面色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在知道了灵渺园的存在后，这些人早就将心思放在其上，对最近出现的各种禁制大感不耐。走吧。王天谷叹了一口气，紧随其后踏上了台阶。父亲的黄光一闪，骤然觉得身形一沉，双肩一下重若千斤。这时其余人也踏上了阶梯，遭遇了同样的情形。其中魏无涯身形动了动，似乎毫不在意，而3名结丹期弟子则身形颤抖几下，脸色白了一白。一行人缓缓地向着祭坛顶部爬去。这就是灵烛果。韩立身处一处被禁制掩盖的绿洲中，望着身前的一片绿湖，喃喃说道。在禁制外面则是无边无际的土黄之色，是一处足有数万里之广的巨大沙漠。没错，绝对是此果了，无论外形还是标记所指，都是此灵物不假。紫菱站在韩立的一侧，面带一丝兴奋，一对明眸闪烁晶莹，望着前方绿湖一眨不眨。而在两人前面100丈远的湖水中间，有一小片露出水面的淤泥，在那里生有一株翠绿欲滴的灵草，此草数尺来高，上面长满了拇指大小的椭圆形叶片，而此草最高处则孤零零地长着4颗奇异的果实。这些果实浑身火红，上细下宽，顶部闪着微弱的红光，酷似烛台上点着的一根红烛，不时散发着浓浓的药香。韩立心中同样确定此物就是灵烛果，听紫菱如此一说，只是微微一笑。我这就过去将此果摘下，省得夜长梦多。紫菱深吸了一口气，一扭袖手，冲韩立建议地说道。不用心急，此灵草待在此处如此多年，不可能没有什么守护，否则外边即使幻阵掩盖，灵果也早就被其他古兽吞噬。韩兄的意思是此地还有古兽守护着？不错，你看那灵草顶部2处明显有咀嚼过的残痕，应该有2枚果子被守护古兽生吞过2次。灵烛果生服的话，虽然不会催发境界的提升，但对突破瓶颈还是有一点功效，难怪那东西没有舍得一次性全部吞完。韩立随后目光在绿湖四下扫视了一遍，略一低手，看向了不大的湖面。毫无疑问，若有东西潜藏在附近，那肯定是藏在湖中。一进入内谷后，韩立就将头上的斗篷摘下，在一路驱使御风车施展明清灵眼时，并未避讳紫菱。毕竟此女已猜到了他有避开空间裂缝之法，也不用对他遮遮掩掩什么。因此在神识在水中一扫，并未发现什么异样后，韩立瞳孔中蓝芒闪动，目光瞬间透视数十丈深的湖水，直接深入到了绿湖底部，面上神色一动。怎么，韩兄发现什么了？一直细心留意韩立神色的紫菱秀眉一挑，
黛眉微皱：“你退后一些，这个守护古兽好像有些棘手，恐怕要施展一些手段才能解决。”韩立神色转眼间恢复如常，一偏头冲着紫菱淡淡说道：“湖州的古兽竟然有办法避开他的神识探查，韩立自然高看了几眼。那就有劳韩兄。”紫菱知道自己修为低下，留在韩立身边只能添乱，识趣的答应，随即立刻倒后飞出30-40丈去，才停下了遁光，漂浮在空中不动。韩立一见紫菱让开，没有迟疑，往腰间一摸，3个灵兽带被接连系到了半空中，然后两手一掐诀，数万金色飞虫从3只口袋中蜂拥而出，漫天飞舞，遮天蔽日，将方圆数十丈的天空都化为了金光灿灿的妖异颜色。在远处看到此幕的紫菱一见这可怖的情形，不禁面露亚色，轻疑出声。韩立会驱使虫术，此女自然知道，甚至以前在虚天殿和6道传入一战中，她还亲眼目睹过2次。不过如今快进化到成熟体的飞虫和那时噬金虫，无论体积还是颜色，都远非从前可比。现在的这些个头倍增、外形狰狞金灿灿的灵虫，一下被韩立放出数万之众，气势实在是非同寻常。紫菱不提防之下，心里骇然，自然是正常之事。韩立可没有心思去理会紫菱的震惊，在布置完了噬金虫后，大袖一甩，36口青竹风云剑从袖口鱼贯而出，化为数十道尺许长的金光，在重云之下盘旋飞舞。一连数道法诀打在了空中，所有金色剑光颤抖几下，立刻分化为上百道一模一样的剑光，同时光华大放。去！韩立冲空中的剑光一指点，口中一声低喝，上百道剑光在空中一颤之下，开始一个个的诡异从原地消失，转眼间重云之下变得空空如也。大更剑阵被他瞬间布置到了四周，韩立抿了抿嘴唇，心中这才真正安心下来，低头看了看湖面，脸上一丝厉色闪过，两手一搓，金光大放，雷鸣声大起，一团拳头大小的金色电球出现在两手之间，并且在韩立冷冰冰神色中渐渐变大，耀眼夺目起来。刹那间，电球胀到孩童头颅般大小，韩立两手一推，在嗡鸣声中，电球扑哧一声激射而出，击到了身前10余丈远的湖面上。只见金光狂闪，一声巨大雷鸣传出，电球爆裂了开来，整个湖面瞬间遍布粗细不一的电弧，啪啪之声接连不断。紫菱在后面心中一凌，轻咬红唇，明眸闪动，金湖尚未散去，湖面就突然间翻滚涌动起来，一个数丈大的巨大漩涡蓦然在湖面中间浮现而出。接着沉闷的低吼声从湖底传出，一股黑白两色妖气从漩涡中激射而出，里面隐隐包裹着一只模样诡异的古兽。此古兽样子奇特，6、7丈长的身体仿佛一滩乌黑烂肉，上面遍布坑坑洼洼大小不一的孔洞，在中间却有一只头颅般的巨大肉球缓缓扬起，除了一个乌黑色的眼珠外，什么器官都没有，最起码韩立没有看到嘴巴、鼻子之类的东西。总而言之，此古兽样子实在恶心，即使韩立看了他也是心中一阵嘀咕。远处的紫菱一见此古兽，更是脸色发白，有些毛骨悚然。不过这只黑白之气包裹的古兽，韩立从未听闻过，也从未在河中典籍见到过。他不禁瞅了紫菱一眼，此女对韩立一阵苦笑，显然也不知道此兽来历。面对这种底细未明的东西，韩立为了小心起见，可不会慢慢的去探寻根底，让对方能发挥出什么神通出来。于是他当即扬手，一道法诀打在了空中重云上，同时口中一阵悠长清鸣声发出，顿时漫天飞舞的虫群嗡鸣声大起，
飞快向中间一聚，并马上化为了一朵巨大金云落下，向那古兽迎头照去。这只古兽一听见噬金虫的嗡鸣声，似乎也知道不妙，当即身体一缩1丈之下，从那些孔洞中喷射出不知名的碧绿液体，喷向了天上的金云。一股闻之欲呕的腥臭之息随之四下散开。